哇，这么多50块，你舍得把它花掉？我跟你讲，存钱呢，就是要把钱变得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存钱才有意义，不是吗？我们待会去逛逛商场换一根金箍棒。老板，我要换零钱，这个全部要换吗？全部换。OK 了。 OK， 换完了，给我100块两不够。老板，我要买金箍棒。没错，金箍棒。他说的是那个叉4。那你们现在想要？ 各位以上看到的画面呢、都是由这支最新的 Insta360X4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它画面真的超赞的，在那个孙悟空的故事里面，它不是如意金箍棒吗？可以让孙悟空随时变换大小。这支相机，我觉得它就是相机界中的金箍棒，它能够拍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画面。今天是5月8号，那这台 X4上市也没有多久时间，网络上已经可以找到很多它的开箱影片了。但是因为我拿到没几天，所以我对这台还不是那么熟悉。我会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再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一些使用心得等等。待会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说，刚刚各位以上看到画面是怎么用什么工具架设在摩托车上面拍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架设的工具也很重要，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工具，跟花太多冤枉钱。因为我自己就是花一些冤枉钱，才找到一些最合适的工具。我的一些周边的配备都是在虾皮买比较多，但是相机主要都是在光华商场。因为我觉得找那个实体的店家比较有保障一点。虾皮的一些周边配备工具的一些资讯连结，我把它放在下方资讯栏，大家就不用花时间再找了，这样是不是很贴心？好，那对这个工具有兴趣的朋友继续看下去。各位刚刚发生悲剧各位看得到这边镜头上面有点白白的吗？还有边边角角这边都有点白白的，刚刚掉下去了。刚刚放这边，结果风太大，咻！哇，所以一定要装保护壳跟保护镜。好险有装那个保护镜然后这个保护壳是原厂的，它的这个保护壳还有散热功能，很酷哦，而且造型还蛮好看的。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夹具，这个跟这个是一组的，但是我发现这个不好用，因为你看这个要转的话，如果需要用到转的。我觉得都要用很大力气去转，而且会松掉，所以之后我就改这个接头，这个接头跟这个是一组的这样子，然后转上去之后，因为你这边锁上去之后，它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方向，转上去之后它不一定是，可能是有点歪的或有点斜的，那你要正的，就是萤幕朝这边的话，你就需要一个这种可以转向的，你把它放松之后，有没有？它就可以转了，固定你要的方向。再来呢，还有另外一种的。我先把它固定在这边，因为一般我配备都不会另外放包包，我都是把它夹在车上，随时要用就可以拿。这个的话，我示范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我觉得又更简单，两边都是一样的头，但是我要把它换成这个。你看为什么我把它两个夹在一起呢？待会跟大家讲解。锁上去，它是一个比较低视角的一个镜位。它虽然是360，可是它也是因为会受限它的高低，然后影响它的画面的那个感觉。那一样，你转动这边，因为我现在一个人比较没办法转，你转动这个方向去转这边，它就可以调你要的角度了。那为什么要有这一支又有这一支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伸很长，很长的时候它支撑力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示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它是角度可以调的，有没有？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这样固定住。为什么要固定住呢？因为它延伸长之后呢，可以到这么长。那么长的话，它一定需要一定的支撑力，那么它会往下垂嘛。所以这两边这两个都要锁非常紧。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细，一个比较宽。
那其实你这两个要买一样的都可以，只是它差异在说刚刚转换那个头，就是这个转换这个头呢，它都可以直接锁360，就不需要加延长杆。但是你要延长杆的话，就是它的视觉效果会再更高一点，就看你要做什么进位的取舍这样。那其实这2种都可以的，你也可以买2只一样的这个，也可以买2只一样的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因为这个粗比较壮，这个关节也比较壮，然后锁头也比较大，所以基本上它会更稳固一点。那这个品牌是蛮好用的 ，ULANDI， 这个好像叫幽兰子吧，一定要有这个哦，那不然这只要垂下去往地上一砸，你那只就拜拜了。那有人想说，这只可以不要那么长吗？可以短一点？有，待会就再跟大家介绍另外的功能。这一只就更短了。那为什么要加一只在这边呢？这个视角又是不一样的视角的拍法。哦，对了，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杆子啊，它有分2种，一种是用转的，你们看，它是转了之后卡紧，旋转式的，把它伸缩拉长。转了之后，譬如左转，然后右转是卡紧。那这种我个人觉得感觉没那么好用，我觉得比较好用还是这种，它很紧，可是它是直接拉就好。但是其实它也不太会掉，因为你有角度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去挤压往回缩，所以我觉得这种直接拉开的会比较好用，会比那种转的好用。我个人觉得是这样。我们现在换到后面来看，这个角度呢，你看很长，延伸之后呢，它就可以拍出一个有点像一个空拍机在你后面跟着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这个长，再加上这个重量呢，它会往下垂。你看，因为太长了，它这边支撑力再怎么咬合呢，它也无法去支撑上面这个重量，所以就会需要刚刚讲到的这只比较长的这只加长的来用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就没问题了。这个支撑力至少一般的我都会夹在中间左右，你看这样晃，至少它不会往下垂。它虽然会晃，但是它绝对可以 hold 得住啊。那这个就是加长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这个，它绝对无法办到这个角度。当然，如果说你的车子啊后面本身如果能够夹像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要夹得很紧，你看这个地方是用锁的，它并不是说用夹具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一定要确保它很牢固。好，那这个都是5P 的一个产品啊，一个品牌叫5P，上网都查得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说能够夹在后面，有些车子它后面比较好夹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不用伸那么长了嘛，不用那么长的话，它就不会晃了。但是因为我车子的关系，我相信很多车都是需要用到双夹具才能够达到这种延伸的效果。那这个就看各位车子的一些锁点的位置啊，来决定要用哪种工具了。好，各位，我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一个进位，因为我有装引擎保险杆的关系，包杆各位可以看到很粗，所以这个装的会很稳。然后延伸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比较低角度的一个视觉感。那这个就是各位在我那个片头看到，不是有在那个隧道里面，然后旁边有交通锥离得很近那种感觉，就是这样拍出来的。那我觉得那个 INSA 3.0最厉害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杆子隐形掉嘛，会有一种好像空拍机在拍着你那种低角度的感觉，因为它可以360度嘛，可以转前转后，然后360度转一圈，然后就感觉好像一台空拍机低飞着，然后再跟着你。我觉得那个视觉感真的很酷很帅。再加上这一代那个画质啊，能够到8K， 它虽然是说8K， 可是它输出出来最多裁切掉画面之后，好像最高输出是4K。但因为我的电脑没那么强，所以我都是用5.7K 拍，然后输出出来的最高画质大概是2K。再来把刚刚那个延长杆拿掉之后呢，单纯这样的话就更牢固了。那这个角度我也觉得蛮赞的，就是它可以很斜的拍你这种骑车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拍轮胎，反正就是360度嘛，它就在这个空间很好去运用。那就会有一种比较速度感，因为它角度越低呢，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好像更快的感觉。事实上你可能只骑30-40，但是视觉感是很强烈的。它甚至可以把它加到更低，接近轮胎这边都可以，只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心脏。那另外这个角度也是我超级喜欢的，这个角度啊可以拍到避震器在做动的那种上下做动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我的荧幕啊，不管怎么摆呢，我都不会朝撞风的方向，因为这样石头再怎么打呢，都不会打到荧幕显示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打到很贵啊。如果它没办法显示、没办法操控的话，基本上这台就没办法用了。那这个也是我很注意的细节。最后呢，上面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次我把它打横的？我没有把它用很长的时候呢，这次基本上我用不到，我就用这一支架这边。那基本上它也可以拍到我，也可以拍到前面，也可以拍360度。那这个进位角度，我觉得平常在用的时候够用，只是说我要把它拉长的时候，拍到更广的视角的时候，就可以延伸出来。然后旁边就像刚刚前面介绍的，再把它夹住，才可以支撑它那个长度不会往下坠。整台车基本上呢，夹具就是这几样，然后交叉利用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再多买太多东西。这个我记得已经是最长，好像15公分的，然后再来那个好像9公分的，也有更小6公分的。那各位就可以去
依自己的需求呢去选自己适合的尺寸啊。那这个家具的使用啊，大概就这样。如果各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欢迎在下方留言啊，每一则留言呢我都会看，每一则留言我都会回。那各位记得 Motiki 啊，如果有买叉4的朋友，那个保护镜要装啊，那么不要像我刚刚那样悲剧就发生了。好险有装保护镜啊！好，那之后期待一下，我会用这台叉4带大家去看见更多台湾美丽的角落，更多美丽的人事物。那各位有没有觉得我目前这个机车 YT 的生涯中啊，还有什么东西还没买？还有一样工具，我觉得超级重要，看你们有没有跟我想的一样。如果有多那样工具，我觉得会超赞的。那最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啊，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帮我的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跟支持，因为拍影片真的不容易啊，要花很多时间啊。那你们的每一个留言呢，每一个按赞呢，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OK， 好，那我待会要赶快去光华买保护镜了。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哇，超近，好刺激啊！